大家好，我是秋平。大家看一下我身后这里哈，这里是一个古镇呐，是在江西省抚州市。它这里啊，听说是中国最早的夏部还有那个京剧的发祥地啊，发源地。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一下。今天天气也挺热的啊。我们先看一看这个古镇的全景。它这个镇挺大的，是江西省历史上4大名镇之一，有着900多年的建镇历史啊，是北宋时期的。它这个镇兴盛于明朝初年，在乾隆的时候啊，清朝乾隆的时候最为昌盛。有这样说吧，五里长街，商店比比皆是，10里河赋，商船云集呀。这是小镇对面的一些风景，大家可以看到田园山丘，春天来了，万里花开。这就是小镇旁边的河，刚才说了，商船云集。当时小镇兴盛时的古镇这里很多商船来来往往的，做生意的特别多。看看现在肯定是不存在了，但当年这里相当繁华繁盛。这个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一些古老的房子，像这些民居民宅都有400多年的历史。就现在保存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些400多年，非常悠久吧。大家可以自己的近距离的看一下，它很多房子古宅都有天井房的。这一块里面还有人居住。等一下我们下去看一下，进去里面看一下。这里呢有修了几栋房子，如果自己的修的房子没有的话，这一片古宅老宅是连成一片，就非常好看了。但是现在因为经过几百年的变迁，当地村民就建了一些房子。它这里的古宅有很多建筑类型，有祠堂，有官邸、店面、门楼、牌坊、砖塔、廊桥、路亭等等各种各样的。但现在我们就不知道能看到多少了。最多的时候人口达到12万之多。这个地方，它这个古镇气候比较温和，特别适合种植茶叶。明清的时候以夏部为主，茶叶种植而闻名。还有一点呢，刚才说了，京剧是发源于南方。我查了一下资料说，京剧在这个地方也算是发祥地之一。所以说这个地方当时的文化相当深厚。所以在明清的时候这里是方圆100里的大镇古文化相当深厚。我们先看一下，这里是第一个建筑，就第一座宅院一样的。它这里有很多古建筑的木雕砖雕，还有石雕。大家看一下这个像牌坊一样的这个大门，是不是很精美上面都是石雕我们近距离看一下，太美了，都是几进的，还有天井房。古宅是这样的。这种竹椅大家见过没有？现在很少了，基本农村才有，城市里面是看不到的。可以看看这里它这个宅院里面住了很多人就跟我们说的，这个是左右是客房一样的，中间是大厅。它这个基本每家每户都有个水井大家见过这种没有？现在都是自来水嘛，这种很少见得到就这个水出来，这个是泉水大家都知道，这是地下水泉水，这个水才好喝。我们弄一点出来，这每家每户好像都有。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其实就是2栋宅院一个的小巷子分开的，左边是一栋，右边是一栋。它跟我们现在的房子不一样基本上它是采用几进的方式，就一栋房子它里面居住了好几户人家。打个比方说3兄弟或者4兄弟住在这样一栋房子里面，跟我们现在是不一样的这个古代的房子，古代讲究家族式嘛，就是一家人一个宗族是在一起的这样。这里呢又是一户人家，进去看一下。当年红军也到过这里我们来里面看看。这里有很多这种柱子等一下我们单独拍一个视频介绍一下这个柱子。
这里一幅图啊，这里就当年那个唐阴古镇的状态、形状是什么样子的。当年很繁华，大家可以看到没有？这是一个美术馆，这里可很是繁华呀，也是大宅院呢。里面这种古宅呀，一般都有天井房的。你看是个柱子，这个柱子啊有很有讲究的说法，等一下我们再详细介绍一下哈。说一个挺好玩的，大家看到左右两边其实都居住的人，都有厨房。就以前呢，古时候包括现在农村都是这样的，左邻右舍，就是大家都做好饭了，可能就把饭碗端出来，在这种大厅或者在屋檐底下，或者在院子里面呢，大家在那里聊天。所以这个就是说，为什么很多老人不愿住在城市，他宁愿住在农村，因为生活惯了嘛。在城市里面连个说话的人没有，在农村左邻右舍互帮互助，还能说话聊聊天，对吧？看看这个，都是很长很长的时间的，走到每个房子里面都有这种自来水井啊，就是压水的，是打水的。这些啊，看一下这些柱子，整个这个建筑啊，大概400多年的历史。我们看一下它的雕工，木雕，它这里面很多木雕啊，刚才说了，有砖雕、石雕、木雕这些。大家看一下这个建筑，可能很多人没见过这种古宅上面的横梁这些柱子啊。它这里很多这种暗巷啊，看看这个砖，百年沧桑啊。这石头都是当年留下来的。这个就有点区别，这个比较简陋一点。这有人在吃饭。啊，这个我们就不进去了，有人在吃饭就不去了。走在这些地方啊，很有回忆感的。以前也见过这样的房子，可能很多人生活在城市或者现在的小孩都没有见过这样的房子的，都是有天井啊。放了很多杂物，这里居住的人没人居住，这里都是放东西。这个是后院，感觉是厨房或者书房一类的。以前呢，就这个地方，也有可能是养家畜的地方。这个地方很大，这是一个大宅院，这个很有特点。这个，我们走进来看一下，哎，这个地方有点像那个嘉峪关那边翁城的行走方式一样的啊，它不是直接进来就是，其实里面的布局啊都差不多，因为古时候讲究一个家族修建房子也都是一样的嘛，就跟我们现在很多几兄弟一起修房子是一样的。这里是一个下部会馆，就是一个布啊，以前这里古镇呢很多种植茶叶还弄布的，所以说这里可能当时这里是织布的地方，现在是看不到了。这里是一些机器吧，这些不知道是不是来织布的机器啊，因为我也不太懂这个。前面这个风车大家很熟悉了，我已经介绍过很多次了。我们最后看一下这个古镇啊，它现在因为时间太久了，保存下来的古宅啊不是太多，但挺震撼的。它这里现在都零零散散的，前面这一块比较集中，后面就比较分散的比较开啊。